游戏开始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杨峰，21岁，无业游民。时间有限，再耗下去反而对我们不利，那就从左往右的顺序开始。如果有人不配合或者拖延时间的话，那么他极有可能就是渣子，我们一起杀了他。如果想活命，就不要在乎法律规矩了，在这个屋内，杨峰的话才是规矩。我叫王磊，今年29岁，是一名律师，被绑架了挺久的，久到我都快习惯了。我叫杜婉娟，30岁，北锦市，是一名护士长。我看各位长得真可爱的，像个好人了，而我长得挺像渣子。但是咱不能戴有色的眼睛看人，要不然局面会真的很乱。我不想杀人的，但不代表我不能杀人。我叫李想，26岁，天府市，是一名教练。他介绍自己工作的时候犹豫了一下，这说明他的工作极有可能是假的。看可爱啊，继续自我介绍。难道你是渣子？劳资直接对你动手。别，对不起，我叫鲍宁，农村人，俺就是上山10万柴火，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敲闷棍，都不知道被绑架多久了，我好担心我家的娃儿啊。我叫顾清林，上京人，目前在科大上学，专业是工商管理，被绑架9天。从左到右，被绑架的天数越来越少，我就是最倒霉的那个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憋不住了，我原本以为我够倒霉了，居然摊上绑架这事儿，但是和各位相比，我貌似也没那么倒霉，我就被绑架了1天，还是昨天。这个年轻人脑子好像有问题，这有什么好乐的？你在拖延时间，你是不是渣子？我咋感觉你的脑子不太聪明呢？你怎么觉得谁都是渣子呢？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很大，便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体校的，练柔术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莹梅，上京人，哥儿们牛逼啊！居然跨越那么多省市绑架，还绑架了7个人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这召唤神龙呢。哥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等游戏结束后，你会知道你想知道的答案。上一轮的自我介绍结束，有3个人说谎，游戏时间还剩8分钟。快醒醒，下一轮问话要开始了。2个渣子怎么会有3个人撒谎啊？渣子要想不暴露，就要避免说谎，只能对关键点进行改斗，而职业就很有可能接下来就按照顺序问一些专业的问题，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谁撒谎了。你们可以问我一个关于法律的问题。假如有只狗咬我，我把狗踹死了，这算不算正当防卫？这不叫正当防卫，因为狗没有学过法律，它没有防治观念，这属于紧急避险。倘若说是别人用狗作为工具，故意放狗咬你，你把狗踹死，这个才是正当防卫。我对医学不太了解，有没有谁对医学了解啊？我母亲是医生，我略知一二。静脉采血的操作原则是什么？他说的没错。你是个教练，是什么教练？我撒谎了，我根本不是教练，我是个小混混。当小混混的确不光彩，我说出来，你们肯定就觉得我是人渣，所以我才撒谎的。我从小被欺凌，所以我明白一件事，要想不被欺负，那就得会装自己很牛叉，这样才会让别人害怕我。而我平常也就在老街教训一下那些欺负老人的精神小伙，我只是被迫成为小混混。所有人看向李想的目光依旧不善，甚至还有一丝杀意，显然他们都不信李想。我不太相信你的话，所以你待定，就看看这次有几人说谎。鲍宁没有说职业，只是说被绑架的过程，这能问的可不多啊。你说你的娃儿在家等你，你有几个娃儿？都几岁了？我家有3个娃儿，2男娃，1个女娃，大娃8岁了，二娃6岁，小妮儿3岁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说不上来的不对劲。你平常在家干什么？我平常在家还能做啥啊？看孩子呗，洗衣做饭呗。问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渣子？想拖延时间啊？后续的顾清林和银雷的回答和上一轮相符，众人都没有异议。第2轮发言结束了。这一回合有1个人在撒谎，游戏时间还剩下4分钟整了。还有1个人撒谎，那么说明上一轮有2个人改口了。可上一轮发言与第1轮不符合的只有李想啊，而另一个在第1轮撒谎，第2轮没有撒谎的人是谁呢？一直撒谎的人又是谁呢？游戏时间还剩下3分37秒。至少我们知道第2轮中的李想没有说谎了，他是个混混。可是我上一轮还说我做的好事呢，经常保护老人呢，我只是被迫成为混混。我大哥讲游戏规则时曾说过，有一个渣子比较特殊，罪孽不是特别重，他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渣子。我觉得李想就是那个特殊的渣子。你放屁，劳资是混混，但是个正义的混混。我的拳脚只打混账，我可爱的也不想当混混。我要是有别的出路，谁可爱的当混混了？我知道谁是渣子了，就是鲍宁。
我去你可爱的，老娘算是看明白了，你要不是渣子，就是搅局的人。顾青灵，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咱得有依据。理想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，所以我们先杀了他。快帮忙，别浪费时间了，拿椅子对着他的脑子砸，还有，别砸到我了。我是律师，这是自保。我是律师，这是自保。我可爱的真可爱，是个正义混混，放开我！我还没砸呢，没砸呢。快救我！他是渣子，他想保护同伙。可所有人都在愣神，脸上依旧有些难以置信。在他们眼里，顾青灵就是个高冷且瘦弱的女子，谁能想到她居然敢杀人？这还杀理想吗？宁可错杀，也不可放过，杀了他！不能杀，他刚才发言了，只要我们发言与上一轮一样，这一轮结束，我们就知道他说谎了没有。这场游戏不仅有2个渣子，还有一个搅局的人。你觉得搅局的人会如你意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个搅局的人。我们都要杀理想了，你却要杀鲍宁，就是为了故意搅局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顾青灵是你的同伙，就是为了在游戏中捉弄我们？强烈的求生欲让人会变得自私，情绪也会容易崩溃，这样才有意思。但是还不够，游戏时间剩余1分52秒。这一轮找到渣子，提前结束这一轮。哦，我好像说过，只要你觉得是渣子，那就杀了他。可是他并没有死啊！我是好人，快救我！这个疯女人才是渣子。鲍宁原名杨青莲，西晋市桐塔县北湾村，31岁6个月，未婚，却有妻子5女，多次拐卖儿童，多次入室抢劫，并强掳儿童。多次绑架走夜路的年轻人，贩卖器官以及夜楼生意。杨峰为什么会突然间揭露鲍宁的罪行？但他这些话证明了我的答案是正确的。放过我吧，我忏悔，我改，放过我吧。顾青灵，这种时刻得说句帅气的台词啊！这个疯子有中二病啊！请问说什么台词呢？向你的罪恶认错吧。向你的罪恶认错吧。哼。各位，游戏时间所剩不多了，还有27秒。看来理想就是最后一个渣子了。你别磨叽了，快动手，时间不多了。住手！我们不能为了活命就杀害无辜的好人啊！这样的话，我们与渣子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这个胆小鬼，快动手啊！不差这几秒钟，我不想杀无辜的人，我是一名律师。得让游戏变得更加有意思起来。你怎么判断出鲍宁是渣子的呢？哦，时间不多了。现在不算游戏时间，并且我还会给你们加1分钟的游戏时间。因为鲍宁的双手，我觉得他的双手不太像是经常干农活的手，而且他还住在山上，手不会这么光滑。当然，最大的原因是一种感觉，他不像是一个母亲。这就是女人的第6感吗？不错，你是一名合格的见证者。那么回归游戏，上一轮有1人说谎，游戏时间增加1分钟，还剩下1分7秒的时间，游戏继续。上一轮有1人说谎，这不明摆着理想说谎了吗？快动手啊！理想就是渣子。游戏要结束了，我这是自保，别砸到我！住手！上一轮中，理想发言了，鲍宁也发言了。我住在山上，老公出去挣钱了，我得带3个娃。而且就他俩发言，而鲍宁是渣子，说明理想说的是实话，他是个好人，是个正义的混混。警方快到了，受诬陷的混混被证明清白。犹豫寡断的律师，一心想要活下去的护士长，洞察力不错。拥有第6感的女学生，以及引导节奏的体校声。那么，在最后的时刻，情绪该爆发了，局势该发生反转了。兄弟，抱歉啊，这都是误会。哎呦喂，这游戏怎么这么烧脑子？从游戏开始就是营雷带领着节奏，多次把祸水引向理想身上，他这就是故意的，想嫁祸给理想，而且还能拖延时间。从游戏开始，第1回合3个人撒谎，第2回合1个人撒谎，第3回合1个人撒谎，还是鲍宁撒谎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答案了。怪不得你盯着我不放，原来是想让劳资背锅。你这个渣子去死！女战神牛逼啊！你是全场 MVP。你这个懦夫，还不如女人呢！快把营雷杀了，我们就赢了。都闭嘴！我知道谁是渣子了，你就是那渣子。这场游戏根本没有活路，你是想故意戏耍我们，让我们绝望的死去。如果杨峰真是那个渣子，那么这场游戏根本赢不了。毕竟游戏规则是，只要你觉得他是渣子，那就杀了他。只有你选中的目标死后，才能判别是不是渣子。可是杨峰手里有枪，谁能杀他？这一次还是第6感吗？各位，这个世界离奇的事情很多，
要放开自己的想象，说不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。这一次是推算出来的，第一轮有3个说谎的，第2轮有1个说谎的，第3轮也有1个说谎，而鲍宁是渣子，那么他这3轮都说谎了。第一轮说谎的还有理想，那么还有谁第一轮说谎了呢？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队内有搅局的，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你在第一轮也自我介绍了，所以你第一轮撒谎了，而后面2轮你没有发言，说谎人数才恢复正常。而且游戏规则是屋内有2个渣子，而你也在屋内，也属于游戏范围中。最主要的是你的罪孽很明显，绑架我们7个人，还非法拘禁以及杀人，所以你就是渣子。不错，你说的很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奇妙的感觉呢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看来刺激的还不够，但还有一次机会，能不能把握住，就看你的命了。杨峰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请你放下武器，停止对人质的威胁。还有3分46秒，警方将会进入这个屋内。恭喜你们活下来了，游戏到此结束。至于我身上罪恶的审判，各位不要着急，我先满足一下赢雷的要求。问吧，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绑架我们呢？因为你们曾经就是见证者。冲动会毁了你的未来，我们来谈一谈，好吗？给我3分钟的时间，我思考一下。这3分钟，我绝对不会动人质一下。好的，你要三思啊，你还年轻呢，能有大好的未来。好了，接下来3分钟，不会有人再打断我的说话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是真的吗？那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能力吗？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是假的，至于超能力，那是在真正的世界里，而你们曾经目睹过超自然现象，只不过那一段记忆被抹除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命运吧，也有可能是特意安排，但这不重要了，因为这一切都按照我的想法发展。我掌握的全局不仅仅是现在，还有未来。看，我终于要见证真正的世界了。我明知道有真实世界，但却无法去见证真正的世界，因为我的入门费有些贵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物，那是一张破旧的羊皮卷，上面有一段血淋淋的文字，甚至连血腥味都没有散去。上面告诉我该怎么去做，我应该保持怀疑与迟疑的，但是那段话好似有魔力般，让我信服。不，这都是特意为我安排。到底该如何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？这就是死亡，在死亡中绽放。队长，我已发现目标，经确认犯罪者只有1人，人质存活4人，另外3人不知是否存活，是否当场击毙犯罪者。再次确认犯罪者人数，无误后允许当场击毙，保证人质安全。收到。快开枪吧。飞鹰，发生了什么？怎么还没有击毙目标？目标好像发现我了，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。你们间隔90米，而且你还在隐蔽点，他怎么可能发现你呢？是不是最近的训练太累了，疲劳过度导致的错觉？应该是我的错觉，我已经锁定目标，现在就进行击毙处理。目前罪犯的情绪稳定，不着急击毙，等你的状态恢复后，有把握了再进行击毙，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。收到。就是真实世界的力量，无限接近死亡，只能朝真实的世界迈入。一旦这种感觉消失了，我就又回到虚假的世界。但无妨，我即将在死亡中绽放，重生于真实。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只要你们听话，你们就不会死。你们要瞪大眼睛，见证好接下来的一幕。各位，见证我的重生吧。你们没受伤吧？除了我和地上躺着的，其他人都没有受伤。去调查一下杨峰，看看他有没有精神病前科。罪犯死了，但是有些不对劲。根据初步勘查判断，罪犯不是死于飞鹰的击毙，而是吞枪自杀。把罪犯的尸体送去法医那做检查，看看是否食用了让精神兴奋的药剂。把人质送往医院治疗，并通知家属。握这么紧吗？算了，先送到法医那，到时候再取这把手枪也不迟。飞鹰，收到，请回复。队长，我在。你刚才怎么没有回应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要开枪击杀罪犯，但看到罪犯拿手指对我开一枪，然后我好像开枪击毙他了，但我好像又没有开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好像看见我被血色大花吃了。罪犯已死，任务结束，你归队吧，回去好好歇着。领导，我这好像遇见离奇的事儿，给你报备一下，就是一个疑似精神问题的罪犯绑架了7个人，然后罪犯自杀了，但在自杀前好似使用了超凡的能力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地点给我。感谢你提供的线索，我在看着你。好吵啊！差不多还有10分钟的路程就到医院了，你们不要怕，那个罪犯已经死了。我没事，就是头疼，估计是被吓的，让我安静的待会儿吧。你也听见了？你也能听见？啊，我能听见。看来那个疯子把我们俩吓出问题了。我的脑子在唱歌。定数。你好，我叫杨峰，很高兴见到你。
我在死亡中绽放，重生于真相，一切皆按照我所想。淘气的小东西啊，终于抓到你了！我听见了我的呼唤，019序列，破妄幻筒。我会在任何地点持续的关注着你们。我的工作单位是镇仓局，是大夏的秘密组织，负责超自然的实践。此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带你们去镇仓局。我们对这全新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，怎么能相信你的话？万一你是假冒镇仓局的呢？按照你这么说，假冒镇仓局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理解，当初我也是这样，保持警惕是件好事，只有这样才能活着久。可是你们有别的选择吗？你们能打得过我吗？既然没有别的选择，那就跟我走一趟，我让你们知道真相，让你们看清这个世界。希望这一次不要太刺激了，再刺激下去，咱们不用去精神病院了，直接去火化场了，直接可爱的螺旋飞升。先不要着急，我先看一眼带哪几个人去镇仓局。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枫叶的呼唤，067序列暗夜。5个人里面有2个神权者，这概率堪比买5张彩票中2个100万啊！哟，沉稳的处男前辈，你大惊小怪什么？鬼化者有可能在这附近，这几人的安危很重要，我们俩先把他们送回镇仓局，鬼化者就交给韩渊了。韩渊、林泰，情况紧急，我给你们发定位了，让无敌快赶过去。那个名为杨峰的犯罪者死而复生了。不愧是我的疯子大哥，牛逼啊！感觉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鬼化者是不是在你们那出现了，又离开了？对，根据现场迹象，这名鬼化者比我们早到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，并且他的伤势恢复了些。他去找杨峰了。无敌，你先赶过去，一定要保护好杨峰。位置12点方向，距离1.7千米。走你。报告张常务，无敌已经在路上，预计2分钟左右到达。这赶路方式挺硬核的。渊姐，怎么了？如果单单是杨峰死而复生的话，张常务不可能会使用紧急通知的。死而复生还不值得用紧急通知吗？这杨峰肯定是神权者，并且根据警方的那边资料，杨峰是有意策划这场绑架的，并且还让幸存者出现觉醒。这个人是人才啊！这脑瓜子不弱于张常务。就当这一次的紧急通知没有发生，如果上层询问这次紧急通知的缘由，你们就说是我的判断失误，让他们来问我。这说明杨峰的影响很大，大到会出现很多麻烦。收到。除了杜婉君，其他人和我们走。为什么没有我？我也感觉到了啊。你的大脑被刺激过度，没有承受住那波动。你和他说那么多的废话干嘛？他一会儿就失去记忆了。我不要失去记忆，不要让我失去记忆。我不甘心回到那平凡的生活，我不想过那一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，我不想为了碎银几两弯一辈子腰了。只要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就不愁钱财了，也不用奔波了。我要在真实的世界生活，我不要在虚假的世界度过虚假的一生。你好，我叫杨峰。你来找我的目的是招揽我，还是杀我？但这不重要了。正如你所见，我跑了。不要为此感到气愤，我们终会相遇的，因为我会在任何地点持续关注着你。可恶，阴魂不散，狩猎开始。糟糕，来晚了，杨峰不会死了吧？可恶，在来的路上怎么会突然出现一群乌鸦拦截我？要不然这个鬼化者跑不掉。这突然出现的乌鸦群有点像神权者的能力，难道这个鬼化者还有帮手？但现场连一丝打斗的痕迹都没有，难道杨峰还活着？他提前跑了。在他们检查现场的同时，杨峰已经用幻术进入高档小区，而房子主人还在外旅行。这个别墅的主人有品。经过初步的实践，杨峰对这个序列能力有了少许了解，并且还对此进行命名。第一个能力就是感知，增强眼眸感知度，可以短暂放缓周遭的场景，这也是消耗精神力最少的能力。第二个能力就是透析，感知度大幅度增强，可以看透内部情况，就像透视眼，但是消耗精神力颇多。但我还是喜欢幻术能力，可以制作幻象。自从我复活后，脑中一直都有呼唤声，一开始就是一个我自己对自己的呼唤声，而随着脑海中那神秘纹路的勾勒，又传出一个呼唤声，也是我自己的声音，只不过这个呼唤声充斥着暴怒与杀戮。杨峰脑海中浮现出一条闪烁着朦胧光芒的阶梯，而后有一道庞大身影，其手中悬吊着一个血色光团，那道充斥着暴力的呼唤声就是从这个血色光团中传出。这正是玉佩上雕刻着形似恶鬼，背后长了10条手臂。父亲遗留的羊皮卷
并没有说这枚玉佩的作用，只有玉佩雕刻之物的图像，并且图像下还有段文字，只不过我看不懂这段文字，也找不到相关资料。看样子这段文字的信息恐怕在真实的世界中，上一次听见呼唤声后就感受到眼睛发生变化，并且在得知序列号与能力后，那呼唤声便散去了。而这个充斥暴力的呼唤声并没有消失，就在这来回呼唤着。现在又从血色光团中听到呼唤声，那是不是又能觉醒一种能力呢？误打误撞了，期待你的苏醒。而这阶梯又代表的是什么？难道是等级、阶级？为什么我只能登上第一块阶梯？一旦触及第二块，感觉自己脑子都要被吃掉了。看来还得好好研究下羊皮卷。杨峰，我在关注着你。怎么可能？难道我的父亲没死？可是亲手杀了他，有趣，太有趣了！你居然活过来了！既然我都能死而复生，那么你自然也可以。毕竟这把手枪和玉佩的上一个主人是你啊，差点失控了。进入真实世界后，我对你的掌控感越来越弱。看来进入真实世界后，不仅仅我发生质变，你也是。可是你别忘了一件事，你是我创造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会脱离我的掌控呢？我既然能杀你一次，那我就能再杀你一次。亲爱的父亲，你可要藏好了，一定要时刻的关注我，要不然你会找不到我的身影，到时候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可就在杨峰离开的时候，出现诡异的一幕，他的影子依旧停留在沙发上。忽然，那影子亮出一对血眸，充斥着戏谑眼神的血眸，一直注视着杨峰的背影，好似在戏谑杨峰刚才的话，又好似在戏谑杨峰的天真。正在离去的杨峰好似察觉到什么，难道刚才的感觉错了？不，没有感觉错，父亲在关注着我，这也太有趣了。你可要看好了，看看我接下来将如何操控局面的。放入洼地3尺找到魔芋，带上高压锅，往火熏制2个半小时后，倒出浓稠的胶原菜汁，搅拌均匀，敷在脸上，配合大量棉花修改体型，就能得到一个全新的胖子。你好，我叫杨峰，我要来找你了。第二天，镇仓局的吴迪找上了杨峰以前的大学，试图寻找到他的线索或踪迹。您好，我叫严静，是这所大学的教务处处长。我是阳安街公安局的警员吴迪，麻烦严主任帮我找一下杨峰的导员。心理学专业课的杨峰，他是个人才啊，而且还是学神校草呢。不仅学习好，他的运动能力也强，多次为校争光。可惜啊，这么优秀的人才，精神状态却出现了问题。严主任，你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他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的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带你去找杨峰的专业课教授，他和杨峰的关系很好，应该知道些原因。欧阳老师，您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杨峰出现精神问题的吗？我先说一下我对杨峰的看法吧。杨峰的性格比较冷，给人的感觉不太像是人，而是高高在上的神。但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，而且在心理学这方面非常有天赋，所以我经常对他开小灶，培养他。他也对心理学越发有兴趣，对我也没有那么冷，经常问我心理学的问题。但2年半前，他非常激动，说他失踪多年的父亲回来了，我当时还为他感到高兴。根据资料，杨峰是孤儿啊，从小被爷爷养大。但是杨峰15岁那年，他的爷爷就病逝了。这个失踪多年的父亲是什么情况？自从那天过后，他后面就连续请假1个礼拜，再见面他又变成那个高高在上的神，对谁都一脸冷漠，包括我。在心理学中，我们把这称作冷血症，是心理疾病。后来好不容易再次开导他，杨峰就开始和我学习催眠了，我为此感到高兴，我也觉得催眠也挺有趣，但是也过于危险，所以我就教给他一点皮毛，就是简单的入睡催眠。但往后，他的脾气也逐渐古怪起来了，时而暴躁，时而无比听话，时而却无比热情。后来经过我和朋友的专业判定，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，他疯了。等等，你说杨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，时而暴躁，时而无比听话，时而无比热情，这不是人格分裂吗？没错，这是人格分裂症，但是杨峰的人格分裂有些不同。人格分裂症又称为多重人格障碍，患者存在2种或者更多种不同的身份状态，而且人格的记忆、爱好、性格以及行为完全独立交替出现，所以有些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有另一种人格，因为他没有另一个人格的记忆。而杨峰的人格分裂的不同就在于，他的主人格拥有其他人格的记忆，能清晰记得其他人格所作所为。甚至有一次，我发现他的人格在来回切换，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的人格出现争论，都想操控身体的主权，但是我想错了，他在操控着其他的人格，准确来说，他在锻炼自己对其他人格的掌控感。
这还是人吗？令人头疼的人格分裂却被杨峰掌控了。当初我也感到非常震惊，并非没有掌握人格分裂的先例，而是像杨峰这种轻松掌握3个人格，这还是第一例。甚至我怀疑杨峰的人格分裂是他自己催眠的。这杨峰太疯狂了吧？那他为什么唤醒其他人格，让自己变成人格分裂症患者呢？我也琢磨不透杨峰的想法。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聪明、最疯狂的人，仅凭我教的皮毛就举一反三，领悟了催眠的极致。好的，我了解大致情况了，感谢欧阳老师的配合。吴警官慢走。杨峰没有疯。欧阳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疯子有2种，一种是精神混乱的疯子，第2种就是天才，而杨峰就是第2种疯子。他太聪明了，聪明到平常人看不懂他的想法，所以才会觉得他疯了。虽然我也看不懂他，但是我知道一点，杨峰的精神状态没有问题，他没有疯，他只是看得比较远。如果吴警官您找到杨峰，能通知我一下吗？我想见他一面。没问题，先走了。谢谢欧阳老师，为我打开全新的世界。你是一名合格的老师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杨峰。同学，你好面熟，刚才偷听我和欧阳老师聊天了吗？我路过的时候，听见您在和欧阳老师聊杨峰，我就偷听了。我有杨峰学长的线索。线索就线索，你给我口香糖干什么？在我们心理学专业，吃口香糖能缓解心理紧张，所以给别人口香糖是一种全新交友方式。原来如此，那你要加油啊！线索是什么？无敌看着眼前的社恐男孩，他的口气，他口中的线索是杨峰的出租屋，那里早就被警察包围了。但当过底层乞丐的无敌很善良。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很有用，我现在就联系同事准备行动。然而就在分别不久，刚才那个胖子的五官不错哎，有点像杨峰学长，就是有点胖，减肥就会很帅，能有杨峰学长一半帅。讨论的声音很小，但身为超凡者的无敌却听得一清二楚，急忙打开口香糖。好，这兔崽子有病吧？我是杨峰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有口臭，多吃口香糖可以净化口气。期待下次的相遇。杨峰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还伪装内向社恐人设，内向社恐你可爱的个腿。杨峰，我跟你没完。恼羞成怒的无敌错失良机，杨峰却意外看到了疯癫的杜婉君拿着自己的大学照片四处寻找自己，过多反应只是以迎雷的名义约他去当初绑架的地方，而后自己则避开人群，来到了废弃的工厂，入眼就是满地的废料以及腐烂的动物昆体。为了更好的迎接来临的猎手，杨峰开始了狩猎前的准备，而另一边的妻子也将亮相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杨峰的事儿你不用管了啊。那谁管杨峰的事儿？这小子的确皮了一些，脑瓜子有点问题，但是咱也不能放弃他。我没有说放弃他，很快我们就能和他见面了。无敌啊，你只需要听话就行了。你看不透杨峰的想法，欧阳教授说的没错，疯子有2种，一种是疯子，另一种是天才。杨峰就是过于聪明，聪明的别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才觉得他疯了。所以你不能认为他真是疯子，他所作所为都是有目的的啊！戏耍我是有目的吗？还有我想不到的作用。总之杨峰的事儿你不用管了。哦，好，那我撤退了。自己催眠自己，唤醒其他的人格，并且主人格还掌控其他的人格，看来你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，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，只能找帮手，可是没有人能看懂你，索性你就找自己帮忙，利用催眠生成自己想要的人格。有趣呀！你戏耍无敌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自己，提升自己的价值，顺便想知道这个组织有没有聪明人，能不能猜透你的想法。其次还为了吸引其他组织的注意，你是想加入多个组织，获得更多资源以及信息差，方便提前部署计划。太有趣了，陈道泽，我要出去。张疯子，你知道你出去的后果吗？无非一死，但是我想死得其所。你离开这所大阵，你身上的诅咒会生效，会加速你生命流逝的时间。原本我以为我接下来的时光都会蜷缩在这，可如今我可以出去了。我等来一个人，他也是疯子。什么时候出去？倒也不是很急，那个疯子要面临一场考验，等他见完该见的人，我再出去。没有想到猎物居然提前发现我了，而且还发现我是利用嗅觉追踪的，这是想干预嗅觉，让我的感知能力变弱吗？可笑，猎物就是猎物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浮云。你的好奇心挺重啊，傻可爱。你猜猜我有没有躲在垃圾的下面？3栋建筑6层楼，每层楼几乎都有我的气息和血迹，加上各种堆积的垃圾堆都可以藏身，而鬼化者只能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查看，哪怕心有怨气，那也得查看。万一猎物真藏在垃圾山之下，这就是典型的侥幸心理以及赌徒心理，就赌那个侥幸于万一。
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耗鬼化者的体力，以及消耗他的耐心，让他失去理智。小兔崽子，你找死！这个怪物的肉身非常mạnh，力量很大，但变成这种状态会消耗理智，成为没有脑子的野兽。没有脑子，那么生死已定，试探结束。这肉怎么这么臭呢？这血怎么是苦的？傻狗，是好吃吗？你很聪明，可惜运气不好，射歪了，要不然就能越阶击杀我了。你太高看你自己了，要不是你还有作用，你已经死2次了。在智商面前，你的实力不够看。口出狂言，之前用了幻术，现在又动用了因果之枪，你的精神力枯竭了吧？你还真是个傻狗！我和你说话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你松懈的时候让子弹掉头，而你和我说话就是单纯为了装逼。傻狗啊！我这一次和你说话就是单纯的吓唬你，别杀了他，我要好。击败了重伤状态下的3阶鬼化者，杨峰的神权有点意思啊！我感觉都没有必要进行第2个考验了，还浪费脑细胞。鬼化者没有杀了杨峰，让你很生气啊！我一会儿就把那个鬼化者给你抓了，喂给你吃。但是你不能对杨峰有想法，他已经通过考验了，将是我们的伙伴。哦，你说有人去追那个鬼化者了，有趣。你说杨峰中诅咒了，还是神明诅咒？看来复活后杨峰发生了意外，该去见见他了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挺能跑啊，希望你能让我过也，这才能忍不住杀了你。我都没有想到，仅凭小小的线索，你居然真的进入了真实世界。当然，你也有自己的秘密，例如你是如何死而复生的。你是不会进入主题吗？那要不换个人与我聊，例如让你给我线索的人。你是怎么竟敢通过表情套话？你的眼睛果然能透析物体，无法看见面具下的面容了。这个面具能隔绝我的透析。恭喜你通过考验，你与鬼化者的生死一战，这是我安排的考验。而从我进来之后的交锋，是2当家安排的考验。那接下来能给点重磅消息了吗？比如你背后的组织是面具团，我是黑面具19，你可以称呼我为黑19。你问一下你的领导，考不考虑给组织换个名字？组织的名字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有点难听。你这样交不到朋友的，你这还没有进组织呢，你就挑剔上了。看来组织的名字是换不了，要不你自己换个名字吧，你这名字也怪难听的。呵呵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你以唠嗑方式问这些没有营养的问题，就是想让我放松下来，让你可以逐渐掌控局面，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占上风。杨峰啊，你的考验已经通过了，我们就不能坦诚相待吗？好，坦诚。我的能力就是这双眼睛，就2个能力，透视以及放慢周遭环境。到你了，你能不能把你的面具摘了？别老想观察我微表情，以此来判断真假好吗？怎么不果身相见呢？还是别了，我怕你自卑。你小子别给我乱看，不然你不敢杀我，不敢摘面具，是怕我观察微表情发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例如你接下来说的话将会有真话与假话，可为什么有假话呢？难道你口中的2当家想让我当棋子？嗨，回归正题，你现在眼中的全新世界只是冰山一角，而且往后这个冰山会越来越小。在未知能力干预下，这个世界在缩小吗？没错，我们所在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正在相融，而2个世界相融的部分名为天外天，他们抵抗着异界的进攻。面具团的根据地就在天外天。那这个2个世界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融合呢？因为诸神大战，一战过后，神明不是陨落，就是迷失或者畸变，也让我们所在的世界与异界发生融合。融合过程中，2个世界的界壁会发生波动，而这个波动被称为界鸣。当大脑与界鸣发生共鸣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听见神明的呼唤，可以使用神明的神权，这类人就是神权者，也叫登神者。而神权者登上10界，便会成为阶梯之上的神明。那成了神明还是自己吗？我怎么感觉这并不是神明的青睐，而是复活神明的容器？是真是假，那就需要你自己判断了。与你大战的那个玩意名为鬼化者，他是神4教的成员。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神权者与超凡者快速变强，那就是吃掉超凡者或者神权者的脑子，吸收其精神力，但会发生鬼化，而鬼化就是会出现神异的一些特征。神4教认为神异是同类，都是神明的孩子，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与神异一样，但比神异还危险。至于面具团的成员嘛，都是另类，是失败者、绝望者。
者、疯子，但不管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进入面具团后，就是二当家的棋子。这么甘心当二当家的棋子，看来洗脑不轻啊！你没有接触过面具团，不知道面具团的含金量。二当家给了我们成神的希望，要从根源上解决神明的问题，加上又有恐怖的大当家坐镇，有趣。那你们如何成神？这是机密，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，所有的真相都在神虚。原来如此，我加入前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给我线索？为什么选中我？这方面二当家没有嘱咐过不能说。你的父亲是面具团的6当家，没有想到吧？哎，你父亲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但是临死前他改口了，让二当家告诉你真相。我父亲什么时候死的？在哪里死的？你父亲死于神虚之中，死了有8年了。他是为了面具团的希望而死，死了8年了，死在神虚之中。那么2年前我杀的又是谁？如今关注我的又是谁？我知道你不相信6当家死了，但是这是事实。这天底下没有谁不该死的，但是要死得其所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黑石九口中的真相，真的是真相吗？节哀，你也是。我节哀什么？6当家又不是我爹，他是你领导。一般打工人巴不得领导死呢，更何况你爹老揍我，骂我娘娘腔。要不咱去把他捆体拔出来，我去看他最后一眼，你去边昆。你挺孝顺啊，你父亲已经是神明的陪葬品了，你见不到他了。那就是说，没有人见到我父亲死了，只是你们猜测他死了。差不多吧，只有二当家见过你父亲死了。你好，二当家。我的面具是19，并不是2i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二当家呢？你是谁不重要，我同意加入面具团了。面具是我自己准备呢，还是你们给我准备好了？我真不是二当家，我是黑19，戴上这个面具，你就是10当家了。你可以号令10号以下所有的人。10当家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没有问题了，你不用跟着我，等我联系你，你再出现。收到，我终于可以下班了。对了，云天省的神需要开启了，开启时间应该是半个月后，具体任务要等二当家通知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我的人设崩了，属下见过二当家。杨峰身上的诅咒不太厉害，但无妨啊。杨峰就是一颗棋子，死了。那就死了吧。二当家，杨峰既然是一颗棋子，您为什么给他编造一个虚假的真相呢？你不会以为杨峰真的信我的话了吧？我的演技很好，但是骗不过杨峰的，他可是疯子，你不可以小看他。你信不信他能杀了你？怎么可能？杨峰只是1阶，我可是7阶的神权者，杀他只需要一个念头。给他时间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别说是你了，恐怕我都得栽个跟头，借刀杀人。这一次我输了。你维持住这个人设，会在关键时刻对他造成天大的判断影响。还有我与杨峰见面这一事，不要告诉别的当家。我这具分身的神韵不多了，无法回归天外天。你吃了吧。希二就在附近，放心，他们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。你看你爹呢？你再看我，我就揍你了。主人格，你对我掌控感越来越差，用不了多久你就无法掌控我，相反，你还会被我掌控。我很好奇一件事，我智商这么高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傻的人格呢？难道是我当初催眠前的暗示有问题？你明知道我对你掌控力越来越弱了，再隐忍一下，等待时机，你就能反控制我。对啊，不愧是我。把面具戴上，我刚才没有对你进行限制，你应该听见我和黑19的对话了。听了，但听不懂。你还不如直接揍他一顿。我以为你让我把镇仓局引过来，就是要干那个演来演去的二当家的。哦，你听不懂，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二当家呢？我对你说的可是黑19啊。果然啊，和谁玩脑子，也不能和你玩脑子。很好，你还是有点脑子，这才像是我分裂出来的人格。对了，介绍一下你的神权。看来你对我掌控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差，我以为你对我无所不知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强忍人不是对你发起攻击，极有可能抢到掌控权。你确定能杀我？哼，废旧工厂一战，你的精神力就已经消耗完了，刚恢复的估计也在刚才用完了，现在你也就能让眼睛亮个光了吧？097序列血统。我刚才翻脸的表演如何？还不错，对比我来说差点意思。你能不能别再试探我？我这易爆的性格，这来回折腾，小心脏承受不住了。记住了，我是主人格，你是第二人格。既然我能催眠自己分裂出，那么你永远都脱离不了我的掌控。还有其他的人格亦是如此，你们都脱离不了我的掌控。你准备下，我一会儿要做一场手术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让鬼化者丧失行动能力了吗？我刚把鬼化者带到密室，就断了他4肢，放宽心跑不了。很好，估计镇仓局的那2个人还在门口守着。我先走，我们俩换一下衣服。你把这里清理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他妈的，别让我等到机会了。有点不对劲，感觉杨峰的气质发生了变化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杨峰约我了，他说天亮见。醒得还挺早，这是好事儿，说明经得起折腾。看来第二人格把你折磨得不惨，居然让你见到我就害怕了。
你的神权究竟是什么？又可以幻术，还可以分身。看来暴怒人格给你带来的恐惧不够多啊！我以为你会求饶，让我放过你。恐惧不够，你不会老老实实配合我的。无妨，我最会让人感到绝望与恐惧了。我可是神明的子嗣，你这是亵渎神明，肮脏的人类，你不能对我无礼。你受伤太重了，怕你伤口感染，我要对你进行消毒处理。为了避免你咬到舌头，我得给你垫一下东西，以防把舌头咬坏，说不了话。我为你创造2个场景，一个是引导你心中的恐惧的场景，那就是这个密室让你感到绝望的地方；而另一个场景就是你眼前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，黑暗充满了未知感，让你恐惧加深。我现在说的每句话都会为你带来恐惧感，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你，但是这个意图只是个大概，没有详细，充满了未知性。你只能通过我告诉的部分进行猜测，还要等待我的下一步。这是通过听觉进行一场美妙的心灵折磨。不要着急绝望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我预计这个过程是1个小时，我很期待1个小时后你能不能说点我想知道的线索，不再是什么神明的孩子。玩上，嘿，折磨上了，折磨着呢。不愧是鬼化者啊，经得起折腾。按照二当家所说，鬼化者就是超凡者，出现鬼化，拥有神异的特征。那么鬼化的原理是什么呢？有趣啊，真想现在就解剖看看。这个魔鬼，你倒是让我说呀，放开我的嘴啊，我全说。呜。主人格，我觉得鬼化者已经对你充满了恐惧，会好好配合你的问话。他对神明的信念太深刻，这一丁点的恐惧还不够，我要让他明白一点，信奉神明不如信奉我。主人格越来越疯了。第二人格，你来折磨会儿他，我休息会，恢复一下精神力。你是不是在骂我呢？鬼化者已经绝望到麻木了，甚至都唤醒了鬼化前的人性。他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承受非人的摧残折磨吗？唉，你我处境一样啊，都任人摆布。人格分裂是由各种情绪问题引发的。心理问题，你的情绪主要特征是暴怒，不稳定时会出现莫名的情绪共鸣。你情绪共鸣可以，但是要看共鸣对象。4个小时前他还想杀我，他就是敌人。你要是对敌人出现怜悯，那我就不需要你这个人格。主人格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不会了。没有下一次了，准备下一个。不要再折磨我，你想了解什么，我都告诉你，你快杀了我吧。看来你已经感受到绝望与恐惧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神明的孩子，我是兽神的孩子。不，我是邓伟，对，我叫邓伟。鬼化后，兽神赐予了我新的名字猎狼。兽神鬼化后会发生什么变化？鬼化后，我的器官会发生质变，随机一个器官成为神明的器官，完成神明要求的献祭，就会得神明的赐予与名字。兽神赐予了我的新的名字猎狼，以及兽神的神权之一追踪。神四教信奉几位神明，分别是什么神明？你的神明器官是什么？神四教信奉10位神明，因为我被兽神选中，我知道兽神的存在。我的神明器官是心脏，但我曾在神墟遇见一个其他阵营的鬼化者，从他嘴里得知他的信奉神明为堕神。你为什么盯上我？是有人教唆吗？没有教唆，是因为你身上的气味，神明的气味。但是这道神明的气味让兽神感到嫌恶与愤恨，所以我才本能的对你进行狩猎，想吃掉你。信奉我，我将给你一个解脱。感谢您的赏识。该轮到你了。主人格，你不会也要把我的心脏刨出来吧？是的，放心，我会对你进行麻醉手术。我想死个明白，我想知道原因。你在担心自己一死就会永远消失了吗？老老实实配合我，我能让你一直活着。好，我配合你，但你剖开我的心脏，不仅仅是验证我会不会永久消失吧？你还有别的打算吧？我怀疑你的心脏也有那个神秘字符，这可能是神明的字迹，而我身上的神明气味有可能就与这个有关系。我脑海中的未知神明与兽神有摩擦，如果兽神的字迹与未知神明的字迹都出现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主人格，你真狠呀！再次传出利刃刺穿肉体的声音。杨峰手持一把崭新的手术刀，狠狠地刺进了暴怒人格的胸口。暴怒人格如泄气的皮球般，再也坚持不住了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奄奄。杨峰并未过多关注暴怒人格，他的目光紧锁在那颗心脏上，那就是一颗普普通通的心脏，没有他猜测的神明字迹。不好意思，我还需要进行个手术。奄奄一息的暴怒人格怒然睁开双眼，却已经没了呼吸。受牵连的杨峰脸色变得无比苍白，脑中袭来剧烈的恐惧。不可能，为什么脑子中也没有神明的字迹？难道是我推算错了吗？不对，它是从我的脑海中分裂而出，难道神明的字迹在我身上？杨峰拿起手术刀，果然，这就是未知神明的字符。也将降临。命运之神，你居然苏醒了！
镇仓局这个人还挺体贴的，而且从寿辰口中得知，自己脑海的未知神明是命运之神，而且还有可能藏在自己影子里。难道在暗中关注自己的父亲就是命运之神？你好，我叫张明德，是镇仓总局的部属常务，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为张常务。你好，我叫杨峰，是面具团的白石，我更喜欢别人称呼我为石当家。你挺坦诚的呀，有幻术的神权就是好啊，给自己一个幻术，屏蔽痛觉，就体验不到钻心之痛了。彼此，我还以为你不敢真面目见人呢。不过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神权是幻术呢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啊，你催眠自己，唤醒人格，你想加入多个组织，获得更多资源以及信息差，而且我又发现你一个秘密，你的神权不止一个，你还有个分身。不过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很懂你，我有这个资格和你合作。这还是第一个能看透我想法的人。合作吗？这块石头上刻着神谕，能检测真假话。为了证明我的诚心诚意，你接下来可以问我想知道的信息。如果我说谎了，那么这个石头上的神谕就会对我发起攻击。我拿命证明，够坦诚吧？杨峰再次抛出关于世界真相的问题，却得到了和二当家一样的回答。但这并不是杨峰相信的真相。这所谓的真相，就是天外天的势力告诉镇仓局的。自那以后，天外天渗入了镇仓局，让我们帮他们夺取神虚的钥匙，阻止世界缩小。与其说是缩小，更像是神虚开启后，诡异灰雾就蚕食着这个世界。呵呵，杨峰，你看我像多大岁数？79岁。我今年46岁，我阴死了天外天势力一大半的人手，然后天外天势力给我下诅咒了。如今镇仓局内的天外天势力很单薄了，但还是不能小瞧他们。那你觉得这是真相吗？去他可爱的真相，这个世界是假的，这是天外天的谎言。杨峰，我们合作吧，我当你的棋子。哦，你难道快死了？没错，我老了，命不久矣，但在死前，我这颗棋子一定会为你把局面打开，就算死的那一刻，我也是个定胜负的棋子。你这太煽情了，太令人感动了，第一次见到这么有觉悟的棋子。我这个棋子有自己的想法，能为你开辟道路，也就武力不强，要不然我可以当你的剑了，但我有一把利剑在门外，以后它也可以是你的剑。等聊完后，让你们两人见个面。倘若我拒绝了呢？你会不会杀人灭口？不，我会以命设局，强迫你成为棋手，大不了早死一点。哈哈哈哈，这才是疯子该做的事儿，打打杀杀，太拉胯了。你成为我的棋子是为了什么？真相还是心中惦记之物？都有。如今只有找到真相，大夏才有一线生机，才能保护大夏子民。我张明德不是为你，不是为真相，而是为大夏成为棋子，但求你能让大夏薪火相传，永不熄灭。舍弃一身的傲骨，只求薪火相传，国泰民安吗？我都差点以为棋盘胜负已定了呢，你就在这开始煽情了。因为我懂你，我相信你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疯。我同意了，但我的棋盘是命运，而对手是旧神以及未来的新神。难产的妈，逝去的爷爷，我出生后的信息记录得一清二楚，但他们在我出生前的资料却一片空白，就像是为了我才存在的演员。还有目前已知的真信息，两个世界融合是假的，而神权者都是神明复活的容器。那如果我脑海的神明是父亲，有意思。往真实，见杨峰。关于真实的世界，你恐怕要失望了。不要以为获得超凡能力就是进入真实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依旧是假的，而且还是要被吞噬殆尽的世界。未来的道路上，你会面对各种诱惑以及虚假的消息，但你要明白一点，我就是你的真相。往真实，见杨峰。吃下这些肉，获得超凡能力后，使用该能力会变成怪物。你要是接受不了，那就当个普通人。我不怕变丑，但我能知道这是什么动物的肉吗？进入真相的我。杀了他，杀了杨峰，杀了杨峰就能信奉我。杨峰大人，他让我杀了你，信奉他。哦，他是谁？他是尸神哦，好疼啊！他说能让我进入真实的世界，但我不信他，我只追随你一人，救救我吧！相信我，我保证你和你的信念无恙。对尸神说，我愿意信奉于尸神。杨峰大人，我好像又被另一位神明选中了。好像吗？你觉得他有可能不是神明？他没给我一种神明的感觉，但在他的帮助下，我确实信奉上了尸神，获得了神权。驱师在脑海中有尸神留下的2个字驱师，估计这就是神权的来源，但代价目前还不清楚。尸神留下的字迹，那不就是神谕吗？为了分辨出羊皮纸和阴骨之枪的神谕，杨峰利用幻术制作了一批真真假假的字符，然后让杜婉君辨别。神虚阳，我在关注着索风，你现在
杨峰，我在关注着你，线索在神虚。这句话太熟悉了，太像父亲的手笔了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下了。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翻译官。杨峰大人，我已经努力翻译了，有些字符我不认识，我只认识有尸神气息的字符。没关系，你的心脏发生改变了吧？进入神异状态，让我见识一下你能变得有多丑。杨峰大人，有尸体往这靠近，估计是来接我的。你跟着他走，前往尸神的阵营，为我打探消息。然后过几天，你去找一只老虎，趴在他的耳旁说“神四教兽神”。这个老虎，你对他提出要加入兽神的阵营，百兽之王会感知到你是尸神阵营的，会问你为什么加入兽神阵营。对此你就回答：鬼化前被猎狼所救，后面猎狼为你而死，你吃了他的神异器官，发生了鬼化，但没有被兽神选中，反而被尸神选中。此次前来只为报恩，你愿意当尸神的内奸？这么说，兽神阵营会相信吗？不重要，他们会让你加入的，他们需要一颗棋子。那么我找这个老虎是公的呢，还是母的呢？云巅上的神虚又被加快了，本来还有半个月，现在只有1周不到的时间，而神虚处于另一个空间，当封印即将解开的时候，才会显露出来。凡事都要遵守能量守恒定律，那么是什么支撑的神虚运转与出现呢？神明的规则，也就是神域。神虚的神域和近期的不同，都是特级神域，一旦违反其中一条，就会以诡异的方式死去。镇仓局总部在第一个自然开启的神虚之中吧？哈哈哈，果然瞒不住你啊！镇仓局这个神虚比较特殊，只有一条特级神域的规则：不要听戴面具的女人的话，当她指示你的时候，杀了她。三人进行了秘密的信息交换，而后随着深入墓地，终于来到了镇仓局的神虚。这个宫殿给我的感觉好熟悉，这可是神明的行宫。走吧，你的队员都在等你呢。你们好，我叫杨峰，小队的队长。你们这个小队从此就是特制小队，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。杨峰是不是张常务的私生子啊？刚来就当队长。杨峰是新人，经验不多，实力也不强。身为队长，一旦决定做错了，这个小队全员都有可能阵亡。这个小队是特制小队，可是特制小队要求全员4阶以上，我们这个小队没有一个合格的。杨峰队长，来讲几句啊！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绝对服从。气氛不对劲啊，好像要打起来了。看起来3位前辈不认可杨峰这个队长。那咱俩一会儿帮谁啊？你相信杨峰吗？怎么样，有动静了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很激动与期待呢？啊，有吗？难道你觉得是我让他们3个耷拉着脸，给你来个下马威？我不是那样的人。要说期待与激动，你看看迎雷这小子，他的脸上恨不得写上4个大字：快打起来！啥呀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咋听不明白呢？你的演技很差，你们吃屎了，脸色这么难看。哦豁，大哥牛逼啊！直接开口暴击，要打起来了。怎么吃得太急了，把嘴粘住了，不会说话了？你们要是对我不服气，那就来打一架。打一架？就你这一阶的实力，你太傲了，不适合当队长。记住一句话，骄兵必败。杨峰，我们3人不服你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，而是你缺少生死磨练，缺少经验。队长这一职很重要，一旦你的决策出错，那么整个小队都会阵亡。我们不怕死，但我们想死得其所，不想愚蠢的死去。直接打一场，我会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：你们很弱，也很傻。你们不认可我的原因是没有实战经验，而队长需要指挥队员，那么就直接团体战吧。你脑子被林泰踢了，如果是个人战，你还有胜算；你团体战，你拿什么和我们斗啊？滚一边去！你的队友不能是张常务和陈剑仙吧？那我们的确没有必要打了，你必赢。你们俩还不过来？难道让我下跪？求你们！韩渊、无敌、林泰，你们3人先去收拾场。迎雷、顾清灵，你们也跟着去。是。Later。杨峰啊，为了证明你的能力，我让他们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。放心，绝对干净，保证没有能让你利用的物品。真是谢谢你啊！甭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杨峰，你有10分钟熟悉环境与队友的时间。10分钟后，双方都去不同的屋子进行5分钟的战术安排。时间一到，这场团战就开始。根据我的判断，杨峰是利用工厂的地形优势以及一堆破烂与自身的神权搭配，战胜了鬼化者。所以啊，东西越多，地形越乱，这对杨峰来说是一个优势。鱼上钩了，是什么方式？他释放精神力，偷窥此地。别让他偷窥，还有别让这个王八犊子把我和杨峰秒杀了。他破不了我的剑气。介绍一下你们的神权。
我的神拳可牛逼了，能放电，但我对神拳的掌控有点差，只能形成一个电网，束缚敌人。攻击的话就是雷球。我能在有分影处冒出触手，还可以控制弹杀。如果在夜晚，就是我的优势。大哥，你不是能复活吗？为了胜利，你就忍耐一下，当个人体肉盾，我扛着你往前冲。如果大哥不想当人体肉盾，那你能不能让我复活呢？如果能的话，我可以当肉盾。一会儿听我指示。大哥，你有没有大刀啊？我习惯用大的，不会用手术刀呀。这是让你捅自己的，怎么连自己人都捅啊？干架前先捅个队友助助兴吗？放血？难道这个血对你有用？你的神拳与鲜血有关吗？娟姐，与他们打都不需要认真，不能大意，全力以赴，这是尊重对手。咱全力以赴，这几个新人神拳者都得死。杨峰很聪明，但是太傲了，太狂了。我们这边一个3阶刀修，2阶武夫，2阶体修，他们都是1阶，拿什么和我们打？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打。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还真敢硬碰硬，这输的不是更快吗？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我是老狼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身躯变得麻痹，活动都变得艰难。林泰堵住门口，我无法出去，而且门口雷网密布，自己若是强冲，也会深陷其中。而墙壁上刻有神谕的存在，根本无法破墙而出。但还有一扇窗户，肯定有陷阱。无敌，从窗户。就连双臂与双腿都被挡住，这只能使用或术。但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，因为银雷要提防林泰，正好在门的侧面，这也正对着无敌力出的大脑门。我的体魄不如林泰，硬扛这一雷球，虽说死不了，但是也得重伤。卧槽，打人不打俩，银雷，你等着，看我以后怎么教训你！你小子，现在该我了，你们赢不了，我上早吧。顾清明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？中规中矩的想法过于可笑，这怎么越阶战斗？还是要大胆的放开自己的想象。如果按照世俗的眼光，这叫疯，那就疯起来吧。这小兔崽子在拿林泰当挡箭牌，躲在暗处的顾清灵看着这一幕，有些着急。银雷没有出现掉链子，还一直束缚着林泰，反而自己掉链子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时适量的疼痛能使人变得清醒，变得敏锐，所以不要害怕。渊姐，你去解决顾清灵，我能解决银雷。但杨峰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，我解决顾清灵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小心。顾清明，不用帮我了，一定要坚持住，我解决这俩人，我就去帮你。银雷，你说的很好，像个男子汉，但如果你继续躲在林泰的身后，我就去找顾清灵了。无敌前辈啊，你也不想让林泰前辈受伤吧？你快认输，要不然我就来一刀了。我大哥说了，这把刀能轻易破开林泰前辈的皮肤。你失血过多了，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我只需要在这耗着就行。抓住你了，银雷，你做的很好了，认输吧，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认输。你他可爱的，这是测试杨峰的，他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这么玩命啊！不管是真实世界还是虚假世界，所望之处皆是迷惘，而迷惘的本身就是自己，因为自己本就普普通通，却想更加接近并成为他人口中的模样，在世俗的眼光中自我束缚，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活，那就是小丑。疯子并不是贬义词，而是真相，也是自我。前辈，杨峰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遇事不决，请发疯。我上早吧，你疯狗啊，姐不要钱的吗？不要命的吗？强烈的麻痹感袭来，两人的身躯也开始抽搐倒地。银雷强忍着痛苦，抬起左手的手术刀，稳稳地在林泰无敌的脖子上划出一道血印，这代表着无敌与林泰是阵亡的身份。之后，他也因失血过多，直接瘫在地上。你这个混小子，瞎拼什么命啊？你们怎么下手这么重？不知道这个王八羔子哪根筋儿搭错了，又给自己来一刀，从有生命危险直接到濒死状态了。你们带着银雷和顾清灵去治疗，我去结束这个胡闹的团战。难道杨峰从始至终都没有参与，一直都在看戏吗？还装睡呢，该打架了。身躯还在重塑。你一直把我当成工具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有别的选择吗？我可以帮你，但我有要求。你别无选择，我让你帮我，也是帮了你自己。我切换第二人格，这是给你削弱我掌控感的机会。成，我答应你，帮你打这一场架。但是你解剖我那件事，我可没有忘。你可以忘了，我把自己也解剖了，算抵消了。抵消你可爱的，又不是我解剖了你。这不重要，快动手吧，别浪费时间。你可爱的，打架的时候别操控身体。子，这身躯怎么弱成这副德行了？主人格，你最近是不是饮食不规律了？是不是没有锻炼？我好不容易把这个身躯的体脂刷到13%，增肌到182斤，你就这样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吗？别废话了。
妈了个巴子，你看你爹呢？小娘们儿够劲儿啊！但她可爱的，我好像被小瞧了，故意打歪，这是怕杀了我，真是愚蠢的想法。根据情报，杨峰的神权是幻术，要通过眼镜释放，只要我闭上眼，就能掌握主动权。杨峰不断的后退，好似提前预判了韩渊的动静，每次都十分自然的抵挡韩渊的进攻。虽然韩渊闭着双眼，看不见杨峰那轻松的姿态，但他能感受到杨峰的动作，好似预判了他所有想法和进攻手段。杨峰不仅是气质变了，人也变得暴躁了，变得太不礼貌了。难道这就是他的副人格？你这个小娘们儿，居然敢小瞧我，从始至终都不睁眼看我，也太以为是了吧？还刀刀留手，怕一不小心杀了我。那你想的挺美啊，癞蛤蟆都没有。你会想，我劝你认真起来，要不然你会死的。这杨峰像是换了个人，而且他力气太大了。难道这就是杨峰战斗的状态吗？或者是为了迷惑我吗？一旦睁眼，说不定就陷入了杨峰的幻术，无法掌握真实的战斗情况。我输了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有资格当队长。我不一定是你的队长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我说了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会让你当队长，会无条件听从你的命令。现在你赢了，你就是队长。现在的你眼光太窄，想得太浅，所以不要着急。当我的队员，还有一点，我赢你，并不是意味着我想当你口中所谓的队长，只是我从未输过，输给你未免有些可笑了。你是想等银雷他们醒来了，再让我们做选择吗？你逞什么强啊？明明是靠脑子吃饭，还老是想着打什么架呀？哈哈，刚才看戏就属你看得最欢。哈哈，这不是被你震惊了吗？放心吧，陈道泽说银雷的呼吸稳定了，只要10分钟之内注入药剂就能保住性命了。以银雷的体魄，大概能在1个小时内醒来。药剂还需要多久才能到？我叫林泰去取药剂了，但会受到天外天使里针对，他们会故意拖延点时间，不过差不多3-4分钟，药剂也能送到银雷那边了。那就等银雷醒来后，加上刚上钩的鱼儿，第2场好戏便可以开始了。他们的精神力都锁定在杨峰的身上了，开始进行试探了。再钓一会儿，我又被帅了吗？打手，你好大的牌面啊！我们都在等你醒来，你怎么没有一点眼力见呢？还不去搬椅子？就是，没有一点眼力见，我都昏迷过去了，不给我放床上，还让我躺地吧？嗨，我让韩渊把宅院的东西都搬到隔壁了，现在我出去的话会被秒杀的，反正就还是正事要紧。谁让你闲的没事干？我说过，当我的队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，哪怕我让你们去死，你们也得服从。你们确定还要加入吗？倘若你的命令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我不会有丝毫犹豫，绝对服从你的命令。你们不会以为这个世界真如天外天所说吧？难道不是吗？2个世界在融合，镇仓局的意义就是在神虚中找到阻止世界融合的方法。你们如今的处境与普通人无异，因为上面刻意的隐瞒，普通人以为眼前的世界就是真的，而天外天撒个谎，你们就觉得眼前世界就是真的。说到底，都是一群生活在虚假之中的人。在场的人都见证过杨峰的疯狂，也知道杨峰根本没必要说谎，更何况身旁默不作声的张常务就说明了一切。因此毫无意外，所有人都选择了加入。加入小队那一刻，你们掌控了自己的命运，做出了选择，这也是这个小队的意义。所以队名就是致命者，记住我说的话，要绝对服从。当然你们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，但我不会采纳的。众人思考肯定强过一人啊，一个人思考难免会出现疏漏。看样子你们还是不服呀！进了我的队伍，要想中途退出，那只能不要反抗。倘若杨峰在吓唬无敌和林泰，那么自己不拔刀，无敌和林泰就会平安。可如果杨峰并不是吓唬无敌和林泰，自己不拔刀，那么只能目睹无敌和林泰去死，不能赌，一旦赌输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暴怒人格与韩渊对战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他太保守，太稳重了，不敢赌，可连赌都不敢赌，如何大胆的想象，大胆的思考呢？我要的是队里没有一个正常人，要的是世俗眼光中的疯子，要的是一支全员疯子的队伍。杨峰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太过分了。差不多就行了，现在差不多，以后就会一直差不多。你们只是一个替我办事的工具人而已，还妄想提出意见，质疑我的话，就你们的脑子配吗？你在说什么？队友不是工具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杀我。无敌，不要反抗，站在原地，不要动。
刚才我就发现了，张长武依旧是看戏的姿态，这代表着张长武支持杨峰。以杨峰目前的状态，的确不能杀了我们，但是张长武可以。再给你最后3秒的时间，3、2。余恩姐，咱不在这个没有人性的队伍待着了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闭嘴！一个队伍必须要有规矩，要不然这队伍就会乱。无敌与灵太的确违反了队规，应当受罚，也应当受死。可因为我的原因，让他们没有适应队伍的节奏，还过于懒散。作为他们2人的姐姐，我也理当受罚。如果你觉得不满意，我可以杀了无敌与灵太。最后自尽。好话都让你说了，让我无话可说，让我做选择的时候面临人性道德的审判，以这种方式增加胜率，有趣，太有趣了。赌命的感觉如何？绝望，但也是希望。那么恭喜你，赌对了。你们要时刻铭记着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。其实不用想那么多，无非就是早死或者晚死，进了队伍就没有活着2字。那你呢？我也是队伍的一份子啊，不过我会死在自己的手里，没有人能杀我，能杀我的只有我自己。记住刚才的教训，留在这个队伍就要绝对服从杨峰的话。第2场好戏要开始了。在众多的因果线中，其中有一根因果线有些独特，闪烁着淡淡的金芒。这根因果线是杜婉君与我之间的因果线，能感知到杜婉君距离我很遥远，极其遥远。估计杜婉君已经到达了尸神的阵营，可这才半天的时间，这意味着尸神的阵营在神虚之中，而且鬼化者有特殊手段进入神虚。不对，这众多的因果线之中没有2当家的因果线，有可能是2当家已经接近神明了，以我目前的实力无法发现他们之间的因果线，也有可能是因果线被做手脚了，而有这个能力的人，那就是具有因果神权的大当家。不过现在无所谓了，找到你了。黑19，他们释放了更多精神力，想窥探这个院子。狗鼻子够灵的呀，别让他们看，再吊一会儿，这样他们才会心悸。因为黑19的实力太强吗？这一次消耗的精神力远比对付鬼化者的时候要多。主人格，你丫有病吧？好端端的折磨我干什么？把你的精神力全都给我。你他可爱的，你需要精神力，吱个声不就得了吗？折磨我干什么？自带追踪吗？这一枪打给谁了？给我的属下来一个小小的惊喜。天空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挡路了？你怎么没有眼力见呢？子弹都刹车，当你放行了，你还站在这耍帅？做好心理准备，我散掉剑气了。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我操，牛逼！张明德、陈道泽，你们2人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去你可爱的！给脸不要脸。陈道泽的建议确实很惊艳，但并非无敌。我们不杀你们，只不过因为代价太大了，你们不值得。而这一次，你2人胆敢阻拦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哼，倘若我拔剑的话，你们3人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你不要小瞧天外天的手段，在天外天眼里，你们就是土著，吾等搏命。我们3人中必有1人先死，另外2人重伤，但你们都会死。再拖一会儿，为了这把枪，哪怕死1人，也要鱼死网破，足以说明这把枪的重要性。你在笑什么？交出因果，告知来源，饶你不死。一帮蝼蚁罢了。我有一剑，名为同归于尽，尔等废物，可敢接近？我找这个小子，而你们2人有何关系？我背后的诅咒让我很不痛快，所以啊，不管你找谁，我们就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捣乱。老夫对你施展诅咒，那是你咎由自取。若非你欺骗我们，坑杀我们的人，你怎么会中诅咒呢？你们可真逗啊！我为什么坑骗你们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倘若你们2人不多管闲事，我可以让于情化解你的诅咒。张明德坑杀了我最看好的孙子，我绝对不可能为他化解诅咒。不就是一个孙子吗？拿到因果，我能让你有个儿子，呵呵，我还能让你有个更好的孙子。不对劲，这小子的理智竟然战胜了色欲，而且是被放大数倍的色欲，那这年轻人的理智得多么可怕？难道他就没有色欲吗？陈道泽，你确定要鱼死网破？你一旦拔剑，百年误剑的心血将功亏一篑，当剑出鞘那一刻，必爆体而亡。废话真多，有请3位废物继续。都退下，你们后退。我就告诉你们，这把枪从何而来，别装胆子大了。你们并不想借陈道泽的剑。我们后退了，你该告诉我们，你从哪里获得这把枪？
你们好，我的父亲叫杨天清。原来如此，英国的上一任主人就是杨天清，他什么时候把英国给你的？2年半前。你小子根本不是杨天清的儿子，其实你根本不认识杨天清，你很聪明啊，想以此震慑我们，可惜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了，因为杨天清早就死了，而且就算你认识杨天清，我们依旧会夺走你手中的英国。有趣，你们不会以为我的父亲真在8年前死在神虚了吧？我并没有告诉杨峰杨天清的死亡地点与时间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杨峰真是杨天清的儿子？这就吓住了。父亲这个面具团的6当家含金量有点高呀。既然你说你父亲活着，那你父亲在哪？他在时刻关注着我。你在骗我，我根本没有察觉杨天清的气息，我要杀了你！区区3个废物吧，还妄图窥探神明吗？我不相信杨天清踏出那一步，也不相信他还活着。你说杨天清在关注着你，可如果我把你杀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于情，先不要冲动，你要赌命，拿你自己的命去赌，别牵连我们。你可以先把英国借给姐姐，姐姐可以给你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，毕竟弟弟的实力太弱了，英国的诱惑力太强了，会吸引到很多人的。怎么可能？仿佛我再前进一步就会万劫不复。哦，你躲什么？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将英国送给你们。送给我们？当真吗？众所周知，我很老实，也很坦诚，从不会骗人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得不说，你是个聪明人。不对劲，刘景林在害怕，一定是发现了不可抗衡的问题。你个狗！放肆，杨峰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要不然同归于尽。而且那是你父亲的礼物，怎么能随意送人呢？你但凡敢同归于尽，你就不会忍着了。怎么，你属乌龟的？憋得慌。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建设，想老实配合，你们却不要了，这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今天的确是我们过分了，为了表达歉意，这是我们的赔礼。了断此事，你也别得寸进尺。悠悠，你还真客气。我父亲托我带句话，他在关注着你们。本章常务，我受伤了，而且还是很重的伤，无法动弹，所以需要你帮我打开那个布袋了。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大哥，我再傻也没有傻到耳聋啊。记得装满上头水，你懂的。这戏好看吗？我这个酒葫芦换你的那个布袋，你换不换？感谢你的见面礼。你到底是胆大呢，还是贪婪呢？只要不打开这个布袋，就没有危险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刚才是猜测，现在知道了。你不如你父亲，你的心机太重了，竟然套我话。黑市酒见过石当家，换人了。今天挺害羞啊，上一次见面你不会躲我的目光。石当家，不知属下犯什么错了，让您用因果惩戒属下。没事，就试试枪。云巅省的神虚的名字和里面的特级神谕规则是什么？云巅省的神虚名为梦幻神谕，属下只知道一条，不要在梦幻神虚中睡着了。目前就这一条，如果后面得知其他特级神谕规则后，定会告诉石当家。那二当家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？二当家说您的任务就4个字，随心所欲。不愧是二当家啊，这是说我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吗？你告诉了我这么多消息，都渴了吧？这葫芦上一任主人是李啸天，里面的上头水可大有来头。感谢石当家的赏赐，可让属下喝，这未免有些浪费了。属下并没有领悟到意。这算什么赏赐？你没有领悟到意，喝这碗上头水没有什么意义。你今天的表现不错，这个才是我赏赐给你的。看来杨峰的身上有秘密，但不重要了，反正那个布袋交给他了。可惜了，这个杀招原本是给陈道泽的，让陈道泽再继续养剑意，那么他将是神明下第一人，到时候他将会阻碍我们抢夺钥匙的。无妨，杨峰这个人很狂妄，再加上我们处处退让，会让他觉得我们很窝囊，便会放下警惕性，定会打开布袋。只要杨峰打开布袋，那么这个神虚中所有人都会被盯上。就算杨天清真的活着，那么这一回也能让他真死，让他能看见需要2颗眼珠子。这是神韵的气息，而且还是极其精纯的神韵。不但请我喝李啸天的酒，又赏赐精纯神韵，杨峰会这么好心吗？不但请我喝李啸天的酒，又赏赐精纯神韵，杨峰会这么好心吗？你在犹豫什么？这是不相信我吗？属下不敢，谢石当家的赏赐。那属下是现在打开吗？这黑石酒竟然还敢试探我！如果让他不在现场打开，而是等回去打开，
那就说明这个布袋有诈。这是张常务送的，现在就打开吧。你很好奇我为什么将合金赏赐给你吗？因为这是一场交易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假的特级神谕规则。石当家误会属下了，这条特级神谕规则是真的，但不完整，因为这条规则本来就不完整，因此才被二当家先分析出来。大概内容就是不要在梦幻神谕中睡着了，而缺失的部分应该是睡着后会发生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说详细点呢？因为二当家让我先隐瞒一下，说你的疑心太重，直接告诉你，你反而会不信，到时候进行复杂的分析，会把自己带入错误的答案。二当家让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，答案往往很简单。有趣，我知道的差不多了，为我准备6张面具和越多越好的进气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是怎么进这个神墟的？我是从高空的空间乱流进入这个神墟的。那高空的空间是不是通往各个地方，例如其他神墟或者天外天？这么早就让杨峰知道答案，会影响二当家布局的。石当家，倘若没有别的吩咐，属下就先告退了。你知不知道镇仓局这个神墟的特级神谕规则？知道，但是这个规则跟没有一样。这个神墟就一条规则，不要理睬戴面具的女子。倘若她指使你，那就杀了她。可这个神墟出现有上百年了，从未见到戴面具的女子。知道，还敢戴面具，你胆子真大啊！毕竟属下身材高大，一眼就能被分辨出男女，一般不会产生误会。没有吩咐的话，那属下告退了。张明德，我看到了极其危险的人物，一个身材魁梧、戴着面具的女人，她还在上天，让陈道泽盯紧点，但别追死了。天外天势力的人要进入白色的宫殿，寻找这个神墟的核心，寻找钥匙的线索。而二当家就目前来看，这也是他的目的。所以黑石九希望你能活下来。一个人刚经历质问，又被人追杀，大起大落的恐慌中，会让他产生错乱。那么他传回去的话，还能剩下多少是真实语境下的表达呢？此时此刻，黑石九已经不是二当家的棋子了，而是石当家的棋子。二当家，这一棋您可否满意？真够倒霉的，居然惊动了陈道泽，平常都没有问题，这一次怎么就被盯上了？河井里好似有一块肉，好像还能依稀闻到腐烂的臭味儿。你受伤了，伤得还很严重，我为你治疗吧。你的心脏具有药性，能治疗你的伤口，把心脏吃掉，你的伤便会痊愈。戴面具的女人已经下达指令了，我要想不违反规则，那就只有杀了面具女人。可面具女人如此强大，我要怎么杀啊？真是倒霉透了！不仅惊扰到陈道泽，还遇见了上百年来从未出现的面具女人，这就是命吗？向命运致敬，大当家救我！你与黑石九的因果已断，神谕已然失效，到此为止。神四角兽神，我是猎狼的女友，到此拜访的目的是报恩。一女子高调翻墙进入动物园和老虎私会，据当事虎说，他们上辈子竟是夫妻。现在营销号都闻着未来了，各种胡乱剪辑抢流量，无聊。也是，毕竟都是你选中的疯子，估计也是你的安排。杨峰指定发现了什么，也许杨峰身上的秘密就与这个神虚有关系。你脸上呈现的微表情不少啊，证明你的内心很复杂。你这是要煽情吗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杨峰队长，这一刻得需要你来开门。有意思，你是猜到了吗？猜到什么了？难不成你和这里主人有一腿吗？无聊，是时候验证心中的猜测了。结论，这花长得挺人模人样的。你的点评很精准。这些人脸花，如果没有外力影响，就没有寿命的限制，相当于活着的历史书。镇仓局与他们相处了上百年，他们会撒谎吹牛瞒报。我以前年轻气盛，向这些人脸花请教，他们却戏弄我骗我，我直接3连大火，让他们害怕恐惧，直到我吃了陈道泽一剑，才老实了。钟老先生惜才，没有让我下死手，要不然你只能在地府发疯了。不是他爱，只是他的诅咒。什么诅咒？你没有发现他吗？他一直在看着你，这就是他的诅咒。你确定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存在吗？会是命运的诅咒吗？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除了我，身旁的张常务和陈道泽听不见吗？好巧呀，你也有诅咒啊？那么我们俩是病友啊？你这么缺病友吗？咱俩等会儿聊。年轻人要想知道真相，不能太着急了。要想知道真相，来，先给我施肥，浇水，我满意了就会告诉你。有道理，我会帮你传达的。你发现了吧？我身上的秘密和这个宫殿密切相关。对，而且你貌似还能与人脸花说悄悄话，还有你疑似中了诅咒。诅咒这个不太确定，但我的确能听见人脸花的心里话。他让我帮忙传达一句话，他说你心太急了，所以你才变这么老。张明德，你不要信这个年轻人的鬼话，这是诽谤。变老？
不就是我身上的诅咒吗？难道人脸花知道破解的方法？诽谤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看来我的3把火并没有吓到你啊，了不起，你可真有骨气。这个疯子，还有这个小疯子，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？这人脸花在心里一直嘀咕你，骂的真是太脏了。我去你可爱的，你这小子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怎么能撒谎呢？对，他就是在心里这么骂你。不仅仅是他，这些人脸花也在骂你。我刚进这个花园，就听见他们在心里骂你了。我没有，这是诽谤。张明德，他在骗你。因为年轻时的3场大火，烧毁了不少人面花，恨我骂我都是正常的。但杨峰这突然的反应，怎么看着有演戏的迹象？难道这是试探？竟然骂我烧，必须烧！我想想如何烧得更快。小伙子，我错了，我都告诉你，我们的身上拥有他的诅咒。他曾留下一句话：凡是命运的诅咒者，在此等待他的归来。他去哪儿了？他为命运而战，我们就知道这些。我们的记忆好似被封印了，只记得这些了。别让那疯子放火了。果然没有什么是一把火解决不了的。你身上的诅咒会不会危及自身性命？不知道，他不告诉我，去看看戒气吧。也好，哈哈，这一任的戒气使用者是我的徒弟，也是陈道泽的儿子。别跪这了，该干活了。爹，我最近一直在练剑。最近有没有练习抽烟喝酒烫头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俩已经很熟悉了，直接进行沟通神明的仪式吧。的确很熟悉，只不过是单方面的。也进来了，你被戒气选中了。别观察了，没有什么线索的。这上百年的时光，出现了76位使者，都想以星空为真相的突破口，而真正的星空危险性太高了，于是就打算在此地寻找线索，但在此地无法使用精神力，我们就是感知能力稍微强一点的普通人，根本发现不了什么线索。因此在使者圈中流传一句话：戒气庇护了我们，也遮住了我们的双眼，所以放轻松就好。难道过去的使者认为这个星空是真的吗？这只是猜测。我不但可以释放精神力，还能使用神权，戒气并没有遮住我的双眼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云巅上的神虚开启在即，所以啊，今天神明一定会出现。至于出现的时间嘛，那就不知道了，只能耐心等待了。真不愧是师徒，一个老变态，一个小变态。你哥干啥了？怎么就是老变态了？这神虚的特级神域规则怎么这么长？这意味着这个神虚规则非常复杂，难度极高。与其他2人不同，杨峰无需2次翻译就能看懂这些神谕，这是命运的神谕。杨峰，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窥视到真相的冰山一角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因此我对你进行一个奖励，一个提醒。你分析的答案接近真相，但也偏离真相了，不要妄想逃脱我的掌握，请尽情的追求真理吧。来自命运的诅咒会庇护着你，而我也会一直注视着你。来自命运的注视，以及杨天青的注视。这一次神域消失的怎么这么快？是啊，按照往常能维持10天左右，这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翻译分析神域的内容。杨峰，你记住那条胳膊上的神域了吗？看都看不懂，怎么记住呢？胳膊上的神域吗？我看的神域是由星球残渣组成的。之前自己看到那形似眼睛的星球的时候，张长武和陈生明也没有反应。看来我和他们观测到的是2个不同画面。又出现神域了。蘑菇是门票，不死不灭，与快乐长存。遇到游乐园，陪伴与快乐。